Wait! No! 两人简直不敢相信，巨石竟然真的砸死了大白鲨。可还没高兴3秒钟，他们又开始变得恐慌起来，因为海里还有几头凶猛的大白鲨，随时可能对他们发起攻击。而石山上已经没有松动的巨石，在这个面积不足10平米且没有任何落脚点的孤岛上，被困在木筏上的2个妹子又该如何逃出升天？就在几个小时以前，两人本来跟随着几个好友，驾驶着一架水上飞机准备前往一座小岛游玩，没想到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却因为飞机质量太好，突然发生了意外。在与海面接触的那一刻，飞机瞬间解体沉入了海底。林夕率先浮出水面，焦急地环顾四周寻找同伴的踪迹，结果却惊恐地发现，一条巨大的鲨鱼突然从自己的眼前缓缓游过。林夕吓得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好在鲨鱼并没有袭击他的意思，没过多久便消失在水面。而好友黑妹的出现更是让他松了一口气。接着男友赛博也出现在水面，他们都幸运地逃过一劫，但包括飞行员在内的另外3人却依旧生死未卜。这时赛博突然发现了什么，游过去一看，正是奄奄一息的飞行员。林夕正准备询问他有没有救援，飞行员就因为伤势太重失去了意识。好在黑妹找到了一个救生皮划艇，林夕见状赶紧过去帮忙，可他们并没有发现一条鲨鱼正在快速逼近，一瞬间就拖走了身后的飞行员。等到两人充完气爬上皮划艇，这才发现飞行员早已消失不见。就在这时，赛博发现了不远处的小岛，这座小岛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。因为出发之前飞行员说过岛上有补给，于是赛博打算独自游过去发射求救信号。林夕连忙跳入水中阻止，并告诉他水里有鲨鱼，可赛博却死活不相信。没想到就在两人谈话时，海面上突然出现3条鲨鱼，同时向他们游了过来。You guys get back to the ramp. 凶猛的大白鲨疯狂地撕咬着赛博，一瞬间海水就被鲜血染红。林夕吓得赶紧转身游向皮划艇，可吃完赛博的鲨鱼很快就追了上来。眼看这样下去自己就要去陪男友，林夕灵机一动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她突然停下抓住一块漂浮，不明所以的黑妹赶紧叫她游过去。3. Lindsay,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? 2.就在黑妹以为林夕已经葬身于腹时，她却从另外一边安然无恙地游了上来。然而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，一条鲨鱼再次朝她扑了过来。林夕赶紧奋力地朝皮划艇游去，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黑妹及时将她拉上了皮划艇。可两人刚松一口气，又一只鲨鱼朝着皮划艇飞速撞了过来。两人瞬间掉入海里，黑妹赶紧将匕首交给林夕，然后背靠着背以防止鲨鱼的下一次袭击。没想到下一秒，黑妹就被鲨鱼拖进了水里。发觉异常的林夕转身一看，却发现黑妹正在被鲨鱼撕咬。无能为力的他只能游回皮划艇，可鲨鱼并不打算放过他。林夕再次有惊无险地捡回一条命，但水下的鲨鱼仍旧虎视眈眈。他知道这样下去自己也难逃一死，于是赶紧划着皮划艇离开此处。眼下只有赶去不远处的小岛才有获救的希望。不料划着划着，林夕就看到了一个人影漂浮在海面上，原来正是他的另一个同伴伊凡。林夕赶紧上去查看，可无论他如何呼喊，伊凡都始终没有回应。等他将同伴的身体拉上来，这才发现对方的下半身早已不见了踪影，显然这又是鲨鱼的杰作。林夕还没来得及伤心，可恶的鲨鱼就再次出现，张开血盆大口从他的手中夺走了尸体，接连失去男友和好友。此刻的林夕已经几近崩溃，可鲨鱼却没有给他喘息的时间，再次跃出水面，对着皮划艇狠狠地咬了一口。这一下竟然直接咬破了皮划艇。眼看空气正在快速泄漏，林夕只能拼命朝小岛划去，但他很快就体力不支，皮划艇也在此刻完全干瘪了下来。更糟糕的是，3条鲨鱼也同时朝他发起了总攻。林夕见状只能选择弃船逃命。好在小岛已经近在咫尺，他纵身一跃跳进水中，然后朝着木筏的方向拼命游去。冲上来的鲨鱼扑了个空，但他们很快就锁定了林夕的位置。林夕又一次死里逃生，他赶紧打开木筏上的补给箱，发现里面果然存放着一些食物和水。更让他惊喜的是，还有一个对讲机，只可惜并没有人回应他的求救。接着林夕又找到一把信号枪，他立刻装上信号弹，二话不说就朝着天空发射了一发，祈祷有路过的船只能够发现。就在他焦急地等待救援时，突然发现最后一名幸存的同伴佩姬也顺着海浪飘到了这里。命大的他居然没有遭到鲨鱼的袭击，只是在坠机时腿部受了点轻伤。然而就在林夕将绳子丢进水中，准备把佩姬拉上木筏时，阴魂不散的鲨鱼突然再次现身。好在最后有惊无险，没有得逞的鲨鱼再次消失在水面。得知除了林夕以外，其他人都已经成为了鲨鱼的口粮，
佩姬顿时悲痛万分，随后在给他包扎好伤口后，两人突然听到对讲机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有人听到了灵犀的呼救，并且驾驶着快艇赶了过来。当他们得知水里有鲨鱼后，便立刻停在原地，拿着鱼枪开始警戒。两人见状顿时就慌了，大声呼喊他们别管鲨鱼，先把他们救上船再说。不料话音刚落，意外就发生了，一条鲨鱼突然猛地撞向快艇，导致其中一人没站稳，径直掉进了海里，另外一人想要伸手救人，结果却被跃出水面的鲨鱼直接咬掉了手臂，接着也失去平衡，一头栽了下去。最终两人都成为了鲨鱼的食物，一瞬间就被啃食殆尽，眼睁睁地看着获救的希望破灭，两人顿时感到无比绝望，而鲨鱼却还在附近游荡，准备寻找机会再次发动袭击。此刻两人也终于意识到，他们不能继续坐以待毙，必须想办法干掉鲨鱼，游到不远处的快艇上才有一线生机。佩姬抬头一看，立马就想到了一个杀死鲨鱼的计划。崖壁上刚好有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，他们将绳子绑在巨石上，然后拍打水面吸引鱼儿上钩，试图利用巨石将其砸死。但无论灵犀如何努力制造动静，聪明的鲨鱼都迟迟不见上钩。没办法，灵犀只好以身作饵，直接跳进水里吸引鲨鱼。没过多久，3条鲨鱼果然上当游了过来。在接近的那一刻，灵犀急忙爬上木筏，接着佩姬瞅准时机，果断拽下了巨石。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，一只鲨鱼被成功干掉。可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因为另外2头鲨鱼依旧在四周不断徘徊，而崖壁上已经没有多余的巨石。就在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突然发现刚刚那2人的鱼枪飘了过来。为了拿到鱼枪对付鲨鱼，他们随即找来2块石头，然后在伤口上沾满血迹扔进海里。等鲨鱼成功被吸引过去后，灵犀便赶紧跳入水中，准备趁机拿回鱼枪。谁知他刚把鱼枪拿在手里，一只鲨鱼却突然转身朝他游了过去。木筏上的佩姬焦急万分，催促灵犀赶紧返回。可鲨鱼的速度非常之快，还没等灵犀爬上木筏就追了过来。情急之下，佩姬也顾不上那么多，手拿匕首就直接跳入了水中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，佩姬的大腿被鲨鱼死死咬住，混乱中他的匕首意外刺中了鲨鱼的眼睛，这才从鲨鱼的口中惊险逃生。两人相互搀扶，赶紧爬上木筏，但由于大腿的伤势太重，补给箱已经没有多余的绷带，最终佩姬还是因为失血过多领了盒饭。最后一名同伴的死亡让灵犀彻底愤怒，他化悲痛为力量，准备与鲨鱼拼个你死我活。灵犀拿出补给箱里的汽油，然后将绳子绑在补给箱上，另一头则绑在鱼枪上，接着又坐在木筏上举起鱼枪，双腿不停地拍打水面吸引鲨鱼。很快一双大白腿就吸引了鲨鱼的注意，在对方跃出水面扑过来的那一刻，灵犀赶紧返回木筏，对准鲨鱼扣动扳机。精准一枪直接命中了鲨鱼的嘴巴，眼看鲨鱼被成功困住，灵犀赶紧拿起汽油，全部洒在鲨鱼周围，接着又拿起信号枪，对准水面发射了出去。熊熊大火瞬间将鲨鱼吞噬，挣扎片刻之后就彻底没了动静。可就在灵犀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，最后一只鲨鱼突然从水中冒出，直接一口叼走了佩姬的尸体。伤心片刻之后，灵犀意识到这是个逃走的绝佳机会，于是便趁机跳入水中，朝着不远处的快艇游了过去。但还没等灵犀登上快艇，鲨鱼就吃完佩姬朝他追了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灵犀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而没有抓住猎物的鲨鱼却开始撞击快艇，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将灵犀也撞进海里。灵犀本想启动快艇赶紧离开，结果却发现引擎怎么也打不着。无计可施之时，他突然看到了船舱里的氧气瓶，顿时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此时鲨鱼还在不停地撞击快艇，似乎对于船上的猎物势在必得。而灵犀则将一把匕首用胶布绑在氧气瓶底，右手拿着一把扳手，蹲在船舱里等待鲨鱼的下一次袭击。下一秒，鲨鱼果然拉开距离冲了过来。Can you please stop? 就这样，灵犀成功解决了最后一只鲨鱼，劫后余生的他兴奋不已，没想到自己真的做到了。更幸运的是，救援船也在此刻赶了过来，他终于摆脱了这可怕的噩梦。